又来到熟悉的老茶馆。为啥说熟悉的老茶馆呢？就是因为每次来四川我总能找到一个喝茶的好去处。因为四川像这样的老茶馆实在是太多了。这是哪儿呢？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——四川广汉。这个茶馆叫做巧园茶馆。它这个茶馆呢，在一座老房子里头，这个老房子非常有历史，200多年。它这有个梁上写着4个字：嘉庆8年。这个房子的前身它叫做巧圣宫。这个巧圣宫是干嘛的？里头供奉的是谁呢？相信有的朋友能猜出来，从这俩字巧圣里头能猜出来。巧呢就是技巧的巧，圣呢就是圣人。啥意思就是有一位圣人，这个技巧技术非常的高超。对了，就是鲁班，这里供奉的是鲁班仙师。这个巧圣宫以前也被称作武将会所。武将是哪武将呢？泥木雕解石。这个地方呢，后来也当过打米厂什么仓库还有这调配站啥的。直到现在就演变成了一个茶馆。这茶馆也很有历史了。这种老茶馆就好像是有一种磁场，就你来到这儿一下子你就感觉心情非常的舒缓。虽然说它也不安静，也挺吵的，但是呢，就是感觉特别舒服。尤其在喝口茶，哎呀，据我敏锐的观察，我发现这儿基本上都是大爷大妈，老婆很少。为啥？可能这些大妈老婆婆都出去扭秧歌去了。这大爷也很有意思，你看有的就不喝茶就站那看，有的呢是喝着茶坐那看，眼睛眨巴眨巴的。还有的呢就在这儿刷小视频，也不关心别人再有的就是打牌，啪，麻将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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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形形色色。不过这里头我觉得段位最高、级别最高的有那么2、3个，干嘛嘞？你看我给大家学一下，茶也不喝，也不打牌，也不看。对，还有看电视的人也不看电视，他干啥？就这样。我要是个老头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不跟他们学，我干嘛了？我就放个 iPad 在这追剧，旁边卤肉店打包2只蚕丝兔，广汉蚕丝兔，在这吃着蚕丝兔，追着剧喝着茶，馋死他们是吧？高消费咱这一天哪天不消费个30、50？你这个竹凳子摇起来咯咯吱吱，特别有感觉。看看这些大爷打牌。哎，不吃，我还打我来手上，我还炸在这个，你这个人去打这个，放3个人可以。我来我打不好，还有一个人打，还不是你打，要不然就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是广汉市的一个小镇，这个小镇呢叫做向阳镇。那这个镇因为一个美食而闻名，就是毛肚火锅。我说你说你到这儿来，
一说就插嘴。别理他因为毛肚火锅而有名。那为啥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小镇上有很多屠宰场。这个屠宰场呢，屠宰完牛之后，比如说毛肚啊、这牛肉啊、牛杂就送到成都市区去。成都市区有很多火锅店就在这拿货。为啥？就是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在广汉市和成都市的中间，交接这么一个地方。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呢，人家有的人就觉得，那我为啥不在这个镇上开火锅店？所以说这个镇上就产生了很多毛肚火锅店。今天咱来这尝一尝。主打的就是一个新鲜其实味道咱就不说，主要是新鲜。为啥新鲜呢？当地有句话这么说的，是从牛的胃到人的胃那不超过1小时。好家伙，我一听这个有点夸张了。咱就吃这家天天红，当地也是老店。哇，这一进来里头特别大院子。咱这为了吃就激动，来的太早了。你看这是停车场，这规模相当的大，能停这么多车。这还是个影壁，这应该是我见过最大的火锅店了。我确实是第一桌吧，应该。那边还有包间儿。已经有人吃了，人家在里头呢。2位。好嘞，好嘞。里头也挺大。2位。在哪点？咱们来2位。转了一圈。你别去吃啥？就你们吃红锅没演过？吃红锅。红锅为哪种辣还是特辣？特辣加辣。特辣加辣。特辣加麻加辣。这不过了。那个有没有菜单还是在哪点？有。我们这里那个主要是牛杂和毛肚。牛杂是吧？牛杂和毛肚自己去选吧。行，在哪儿选的？在那里选。行，好。选牛杂，选毛肚。选牛杂，毛肚。在这个冰柜里。你给我吃完。这个新鲜的毛肚。是半个了。这个是半个是吧？大半个。大半个，那这个是1个。这个是1个。这半个的话，称出来大概有多少？2斤多，3斤。2斤多。行，那你再来这个吧，这个挺大的。2斤5两3。行。这个要撕开是吧？对。把这个一剪。不剪咋个撕嘛？那个头头就不好撕的。不剪咋个撕嘛？哇，看着好脆啊！这都是当天的新鲜的。每天这些，每天。几点钟他屠宰呢？每天。5点，半夜。每天早睡就。每天早上就送过来。早点就送来。这撕下来就是一大片的。这个看着挺治愈的，撕下来歘啦一下。这还挺好吃的，感觉脆脆的。它都是新鲜的了嘛。这个新鲜的毛肚，你看上面这个刺儿都不一样，就感觉很软弹那种感觉，质感特别治愈，一撕歘一下。这个毛肚底板应该也好吃啊。都要给你们上到桌子上来的嘛。都上到桌子上。你们拿来吃嗦。我们从陕西西安过来的。第一次见这样的，直接一整个给你，然后盛完之后撕的。只能我咬一下看嘛，这就小块点，小块就从中间一剪。就剪成2句。他说不剪，他这一缩一烫就缩了，晓得没有？对，一烫它就缩起来了。就缩小了，就没那么大一口咬了，这种。大着吃着过瘾。牛黄喉。牛黄喉。我第一次见这么软弹的牛黄喉，应该是新鲜啊。这是千层肚。对。来点千层肚。牛舌。小肠。牛肚。牛里面各个部位都有。你2个人。不够。哇，你还那么多毛肚啊？对，这差不多能吃完。1斤2两2，他们够来加就是。行。对。剩下的菜啥的在菜单上点是吧？对。好嘞，那我这个就拿到桌上去了啊。对。好。
这来太早了，那些娘娘还在这打麻将，还没正式上班呢，5点才上班。吃这个毛肚火锅啊，就是蒜泥香油、小米辣、蒜泥香油。这香油在哪呀？啊，不是，香油在桌子上。香油在这儿啊，一小块。哇，这叫一个地道，巴斯餐喽！我还是爱这个川渝美食，麻辣够味儿。尤其啊，你看见这锅黑油，哎呀，这个味儿，它这个味儿啊，不是那种特别浓、特别冲的那种牛油味儿，就好像那种传统的那种四川火锅，就有点像鱼火锅那种感觉。哇，这特辣加辣啊！很多朋友就说啊，阿星你怎么老爱来四川啊？咱也没办法，是不？这马上到年底了，你看，咱有一张这个从刘大夫那儿办的这个肛肠科 VIP 金卡，是吧？年度会员，这快到过年了，咱再用一回，要不然可惜了。这会儿才正式上班了啊！没有借口，立即执行。我们的口号：天天红，最红，加油！加油！开吃，太丰盛了。先看看这个，哇，这么大片的这毛肚，它这个毛肚啊，论斤称，这毛肚呢是55一斤，那些牛杂啊是70一斤，给它涮进去。哇，这毛肚这质感，这毛肚一看就新鲜，为啥呢？因为新鲜的毛肚啊，就是看起来软塌塌的，那种经过冰了以后，或者是科技毛肚啊，它就有点挺，有点立。新鲜的毛肚7上8下啊，其实没有标准啊，就是8秒到10秒就差不多了。就像这样，稍微微卷一点，一嗦，先不蘸这个料碟啊，先尝这个原味的。哇，这么一大口，太过瘾了。脆中带韧，好吃。它这个锅底的口味呢，有麻味，有辣味，有咸味，就是牛油比例比较少，就更多的是清油。那吃起来有点像这种卤水锅的这种感觉，但是很好吃啊，不是那种重口味的牛油口味。所以呢，咱得要把这个汤，把这个油浇在这个里头，来点这个油汤，这所有的味道都在这个油汤里头，往上一浇，有点像吃鱼火锅那个感觉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料碗里头味儿就足了，要不然啊，你提起来啊，这个味道不是很浓，因为它滚开以后，你看底下都是汤，这个油不厚。再来一片，这时候再蘸上这个料，这么一蘸，哇，就有感觉了。这个大姐说，先要把这毛肚底板下进去，这个要煮的时间长一点，全部都下。还有这个新鲜的鸭血，这个鸭血啊，其实在当地讲究啊，就是冷锅鸭血，冷锅的时候下，咱这时候下都有点晚了，全下。这一筷子啊，夹的还是2片，想吃赶紧火锅下。你就看这香不香，你就看这馋不馋。
你就看这香不香吃。再捞个毛肚底板、毛肚羹，我去，这咋消失了？所以说啊，那怪不得人家要吃9宫格是吧？哦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看这个。这个口感就更硬、更弹一些。尝这个刚炸出来的酥肉，酥肉不错，它已经调过味儿了，有椒盐味儿，又酥又脆。下牛杂，哎，把这些就提前卤上，咱多煮一会儿，越煮越有味儿。这牛肠、牛舌、牛肚，太过瘾了。再来点牛肉，这留的不多不少的，算全下算。牛杂火锅是吧？吃的就是这过瘾。看它这个牛肝呢很有特色，新鲜的牛肝还打了一个鹌鹑蛋，这个加了蛋啊，它就是更嫩一点，给它拌一拌。这个牛肝也要一片一片的，吃的就是个嫩。你看这一涮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，这大大的挺挺的。再多涮一会儿啊，千万别涮丢了啊！这个蘸这个干碟儿，哇，好嫩，跟牛肝口感差不多的还有这大刀腰片，这个也是要新鲜的涮啊！哎呦，千万别丢了，太滑了这。这个咱蘸点这料碗，来点蒜。哇，千层肚，看这个颜色，看着就好吃。哇，这个油，真的还是要多煮，越煮越有味儿，各种杂。想吃啥捞啥，牛肠、牛肉，看这大片的牛肉，牛黄喉，这个新鲜的血啊，它就非常的吸味儿，煮完以后煮好以后它就飘起来了。再蘸点这个干碟，
喂，刘大夫，许卡，还有抽奖送脸盆？我说还有没有抽奖送脸盆？有。许。